帆布，不怕艰难险阻。逆境当面心不乱，牢记心中信念。为正义仗义直言，不放弃勇敢。心生残，生其然，志在四方是少年。路再远，都坦然向前。总有未知的考验，谜团中抽丝剥茧。哪怕黑暗依然并肩，不改变，但是好事在人间。星辰与手足作伴，我问前程，只盼真气浩然。慢点啊！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哎呀，这，把东西放下吧。哦，来，给俺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，还想找活干？啊？说实话，俺心里都慌。慌什么呀？咋说呢？就是不踏实。这儿是大理寺，我是大理寺少卿，你在这儿不用不踏实。俺就这么说吧，像俺在俺老家给俺块地，俺能伺候的，俺就踏实。可是搁这儿俺都不知道做啥，所以，要不俺再给你指导指导。哎，别忙了，别忙了，刚来嘛，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的，慢慢就会好的。哦，要不然这样行吧？以后呢，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在干什么，怎么样？中。那给我点经验。有。不是。再给我一点。真是。都怪你们昨天晚上跟我讲新少卿以前的事，讲的吧还怪吓人的，搞得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灯笼鼓没人敲，没人敲还一个劲儿的响，一宿都没睡好。你一宿没睡好？哦，你前半夜翻来覆去，后半夜你那呼噜震天响，你一宿没睡好，我才一宿没睡好。我也控制不住啊。你咋了？没事吧？你看他，困得都说胡话了。这是胡语。他也说梦话了。我瞅今儿这情形不太对呀，他们是不是孤立咱们了？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咱们现在已经跟着新少卿了，而且咱们又刚破了妖猫案，腰杆子硬着呢。你就少打点呼噜，你啥都抢。
说那没用的。这卯时快过了，两个少卿怎么一无所有啊？不妙啊！现在这个情形，哪位少卿先来，肯定占了下风，懂吗？哎，让，吃包子啊，吃包子！来，包子，一人一个啊，吃包子。我也来个。来，我来个，一人包子啊。陈实，这包子好像越好吃啊，好吃。陈实，一人一个啊。陈实，啊，陈实，起，哎，起，来吃包子。你怎么在大理寺呢？你不走了吗？俺回来了，别让俺回来了。哎，起，来吃包子。谢谢。今日是我迟了，诸位日后与我不必拘泥于虚礼，全力办事即好。陈实，哎，别，想必大家都已经认识了，他日后便是我的随侍书吏。今日点卯，人可都来齐了。回大人，都齐了。这一出场啊，就被压了一头。应该多庆贺几天。只是恰好到了评定考核的节骨眼上，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忙其他的事了。李少卿还有所不知吧？每年孟春都要考核各级官吏的功过，若是不及格的，就只能另谋高就了。这是谁弄出来的制度啊？年年我都提心吊胆。我知道了，大理寺上下属员无一例外，都要在孟春加以评定，论功行赏。但凡有人失职，绝不容许。每年我年都过不好，我要是知道谁弄出来的制度，我非饶不了他。当年这项制度就是由我向前大理寺卿提出的，起初只适用在明镜堂，但后来见效果不错，又推及了全大理寺。由李少卿主理的明镜堂，2个司职，1个主簿，1个没有转正的平事，4个属下，在过去的1年里，除了妖猫案以外，破案还真是不敢恭维啊。不过既然由李少卿主理，我就不用多操心了。今日点卯，要是没有其他的事，就到这儿了。走吧。你们4人准备一下，5号到明镜堂依次述职。哎，是。妖猫案，多谢各位助力。少卿大人言重了，谈不上助力。要不是大人一路提点指点迷津，我们几个人就算有再大的本事，那也是无处施展。能和大人共破妖猫案，是我们几个人的荣幸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这明镜堂本来就是大人您的家，我们几个又是明镜堂的属下，大人但有差遣，我们为大人马首是瞻。话说得挺漂亮，嘿嘿，大人您过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从你先开始述职吧。小的是大理寺司职王妻，在明镜堂嘛，也算是个小头领。
也是明镜堂中资历最老的。久闻少卿大人大名，之前在妖猫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少卿大人气宇不凡。今天总算是见到了，大人果然是一表人才，才高八斗，你懂。属下崔贝，大理寺主簿，负责记录案卷、犯人画像。少卿大人，我是个粗人，也没怎么考过试就进了大理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虽然出身不高，但是有把子力气。凡是粗活累活，出个外勤，抓个嫌犯，你大可放心。哦，别紧张，我只是没有想到大理寺还会有胡人，但绝无偏见。少卿大人，我冠华八级屡战屡败，因此还没有大理寺的编制，只是一个还没专政的平时。但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不过官把誓不为人。有什么特长啊？小的家中原是扬州商贾，因此小的自小啊就擅长与人打交道。无论是什么样的案件，只要是我下京走访一圈，里面的关系就能摸他个七七八八。少卿大人，小的自小就仰慕明镜堂，才加入的大理寺。没成想，上官少卿他根本就不管明镜堂，我是一身的技艺无处施展。但还好，盼到少卿您来了。属下记性不错，不过什么？属下时运不佳，往期他们早有防备，还请少卿大人多加小心。我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专长了。倒是不必过谦，国战惨烈，九死一生，能从战场上平安归来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少卿大人怎么知道？自从我见到你开始，你的站姿便始终挺拔，动作间不曾放松。你身形虽然高大，但走起路来脚步极为轻，功夫不浅，像是斥候的作风。方才紧张的时候，手不自觉摸向腰间，这些都是下意识的习惯。所以我推测，是毫无出身，未经考核进入大理寺，这是只有上过战场的老兵才有的待遇。我朝安定已久，加上你的年纪，唯一能参加过的战事便是3年前的国战了。我会说很多语言，除了官话，西域那边的很多话我都会说会写。这码子上的字，认了吗？哎，认的，这不是胡死杜放的码子吗？我经常，我从来不去这种地方，少卿大人，这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认得出是哪家赌坊的吗？码子背后是赌坊写给客人的祝福，每个赌坊都不太一样。这上面的意思是唯有钱财却是亲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哎，但是我可以。少卿，你不会是在试探我吧？我真的从来不去这种地方，少卿大人。王七，你现在是明镜堂的管事，属下不才。那我问你，抛开妖猫案，明镜堂有多久没有破过案子了？还有那个采生折割案，就之前给陈氏逮回来的那个。少卿大人是这样的，我们之前
确实没怎么破案子，但也不能全怪我们，主要是像样的案子也轮不到我们几个人的头上，我们想破案也没机会啊。大理寺经手的案子这么多，只要有心，怎么会没有机会？回大人，明镜堂现在的案子是这样的，按照案情的轻重缓急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4级，由少卿分配。我们几个人在上官少卿面前，人微言轻的，轮到我们头上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丁级案子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无足轻重？少卿大人，属下胡四求见。进来。何事啊？参见少卿大人。是这样的，我家少卿大人命我交代少卿大人一些事情。我家少卿大人说。打住！同为大理寺少卿，别你家我家的。是。诚信便是。是这样的，少卿大人要我交代诸位几句。咱们这个月的俸禄还是得扣。又扣？我们刚破了妖猫案，怎么又扣啊？这个，你说。回礼少卿，咱们大理寺是按结案的多少来计算俸禄，因为明镜堂的几位之前在案子上一直压着饥荒。可是我们破了妖猫案这么大的案子，是没错呀。这个妖猫案是明镜堂刚刚破的首功，也被定为甲级案了。但是吧，这一桩甲级案只顶10桩丁级案，你们之前欠的案子太多了，我怕你们算不清楚，特地着人把这积压的案子都带来了，还请李少卿过目。胡死！你赶着新少卿上任的时候，你不故意的吗？不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奉命禀告一声。既然规矩如此，那就按规矩办，该扣就扣。好，多谢大人体谅。哦，对了，李少卿，还有一件事。一口气说完。您带回来的那个陈实，他怎么了？还请李少卿，您有空的时候去中庭的谢志亲自看一看吧。您看了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属下告退。少卿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这规矩的。想说什么呀？大理寺论功行赏，以破案论赏法，自然是案子越大，升得越快，俸禄越丰厚。少卿大人说的是，所以只盯着大案子，看不见小案子，大的破不了，小的看不上。既然现在是我主理明镜堂，那只要有我在一天，就不会受到人弹压。但你们要继续如此，大理寺留不得你们，去把这些积压的案子桩桩件件捋清查明，核验清楚，不许遗漏。明白吗？是。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啊，慢慢走啊。哎，俺来帮你。你是？俺是来帮你来。帮我？淡了。好了，不淡了。哪儿的呀？俺是大理寺的。这个怎么就跟剥了皮似的？谁干的？就是新少卿的人，就是给咱们送包子的人。你可不知道，这人一天可热闹。嘿，你太脏了，接招！哎，你说这像吗？
这象打大理寺开府就在这儿了，镇寺神怎么说动就动？怎么没人拦着呀？谁敢来呀？新少卿的人刚上任就整这一出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？不好说啊。你看今儿点卯，两位少卿明显较着劲儿，谁知道是不是下马威啊？对。哎，案子送到了，话带到了吗？带到了。听说那个陈实把其中一只谢志给刷了。是啊，我也觉着莫名其妙。陈实一大早就起来忙活了，里里外外好一通忙活，而且听说把杂役们的活都给抢了。这个李炳，非把他给带回来，我看着他就想起那个妖猫案，心里总是不得劲儿。这个李炳真是奇奇怪怪。这新来的少卿啊，也没把咱们当自己人。还有这胡四也是，偏偏这会儿上眼药，他一看就是诚心的。不是你别看了，你看他干什么呀？不对啊，哪儿不对啊？这些案子怎么连我都没见过？哎，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案子，你见没见过又能怎么样？这些都是丁级案子，你破10桩这样的案子才顶大案1桩，有费这劲的功夫，破几桩大案什么都有。之前的采生折割案就被金吾卫截胡了，要不然再加上妖猫案，咱们几个升职不说，这不被裁撤绰绰有余吧？之前你说堂里没有案子可破了，原来都是你压下去了。我这也是煞费苦心，想让你们集中精力破几桩大案子，以免分心。若非你有意隐瞒，何至于今日？不是，你这话怎么说的呀？我这也是为了你们考虑啊！咱们早点破几桩大案子，早点升职，不好吗？这叫抓大放小。可你也不好慢我们。阿里巴巴，你别跟着瞎掺和啊！你那俸禄又不是大理寺发的。那我也和你们一样被西少卿一网打尽了。行了！现在我是明镜堂的管事，对案子有处置之权。你们几个要是怕受牵连，上少卿那儿告状去。咋了，小妮儿？大理寺。啊，对，俺就是大理寺了。棒！啥呀？棒！哦，你想要个拨浪鼓是吧？那等我给你问问去啊。唐兵，老白，你知道这附近哪有卖拨浪鼓的吗？官爷，你这不说笑话的吗？这大理寺周围怎么会有卖拨浪鼓的呀？那大理寺附近哪儿有鼓啊？大理寺，不，哎，就这儿。哎，你等等啊！咦，你不能敲这个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！哎，你真去啊？哎，你们听，鼓声，登闻鼓，白日见鬼了！哎，快！好了，你给我看啥？你看，我就说哪有鬼嘛，自己吓自己。怎么又是他？别，有人报官。上官少卿，
你可认得此人？认得。她是刑部一个员外郎的妹妹。可曾来过大理寺鸣冤？是来过，只是她所诉冤情，并不存在。怎么说？3个月前，她的兄长在刑部官署自缢身亡，此案已有定论。案情确定属实吗？刑部已经查清楚了。那为何还会再来鸣冤？冤，冤！你有何冤情？大胆说。冤，冤，冤！先起来，这是。哎，别。啊，哎，赶紧走。这边。这个孩子确实可怜，先天不足，明显心智有缺，大概是接受不了亲人离世，才屡次来大理寺鸣冤。只可惜他所诉冤情，无从谈起。但有冤必救，这是大理寺的规矩。话是这么说，只是刑部都已经查清楚了，究无可究。而且死者本来就是刑部的人，刑部自然是查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还是说，李少卿对刑部的人不放心？这个案子可有复核过？自然是有。按理来说，还是你们明镜堂的人复核的。哦。不过他来鸣冤乃是事实，李少卿随时都可以查。不过，如果案件复核有失，我自有主张。还有疑问，这个案子是不是所谓的丁级案？自然，死者乃是自杀，也没有太多疑点，自然归为丁级。此事我们回头再议。李少卿有劳。你们几个，过来一下。刚才上官少卿说，这个案子是明镜堂经手复核的，具体情况如何？这个案子在下还是看过的。那你说一下细节。这个细节呢，上官少卿大人已经说过了。这个案子就不算是个案子，而且刑部已经查明，案情简单，就是自缢而亡。我们走个程序就可以了。走个程序？你们没有看过卷宗？什么时候大理寺复核案件可以只用走过场了？这个案子是明镜堂负责经手的，现在苦主前来击鼓鸣冤，明镜堂一问三不知。你们几个去把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再复核一遍，结果随时报与我听。如果再有纰漏，你们几个人的去留，在这个案子见分晓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别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啊，那闺女咋办呀？啊，你去通知祭祠堂，一会儿会有人来接她的。啊，中。那之前俺能陪陪她吗？去吧。那走了啊。闺女，闺女，你叫啥名啊？要不俺带你去找吃的吧？大肉包子。走吧。哎，
财叔，财叔，哎，小可，财叔，还有包子没了？没了。哎，萝卜汤还不少，要吗？哎，要，那把俺盛一碗吧。啊，稍等。小妮儿一早上都没吃饭了。那边坐。那边。小妮儿，来，你坐这儿，坐这儿，来。来不急，慢慢喝。还有，好吧，好吧。啊，咋回事？命远了。员外郎的妹妹，没见过。上个月就来明贵院的，可他兄长却是自缢而死，有什么冤可诉啊？啊，这可怜呀！还有啊。啊，中，谢谢财叔，慢慢喝。不够我再给你。哎，咋了？怎么在这儿？可费了我一顿好找，你又逃跑，还不跟我们回去？还躲起来，看我不打你！哎，官爷，咋了？咋能打人了呀？那可不中。官爷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这丫头3番5次的出逃给我们惹麻烦，着实可气。再说了，她要是逃出去，对您也不好。啥对俺不好呀？那也不中，不能打人啊！再说，你看，他恁怕恁，恁平时对他肯定不好，不能带他走。虽然说是李少卿家的案子，但是祭祀堂的人都在这儿，这么把人留在这儿不合适啊。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嗯？别！员外郎妹本就是原告，留在大理寺更为妥当。你们先回去吧。是，走。没事了，来，出来吧。别！我就知道你会把他留下。对不住啊，俺又给你添麻烦了。不会，你做的挺对的。啥不会啊？那个谢志啊，对，谢志。你，俺看着怪稀罕了，俺都听他们说了。确实挺稀罕的，不过无妨，反正也旧了，洗刷洗刷挺好的。那不中，俺得赔。不用了，得赔。真不用。别，你都不知道，俺今儿见着他们都特恭敬，都官爷的叫俺，给俺说了话做了事儿，都当成你了。但俺知道你是你，俺是俺。说实话，你要是赔，真赔不起。啊？不如我给你出个主意吧。啊？你把另外那只也刷了，说不定能好些。哎，真的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哎，中。想好怎么安置他了吗？啊，对呀，这闺女睡哪儿啊？跟我来。哦，来，走。哎，抓打放小，不会放出6月废墟千古奇冤吧？目前已经这样了，只能想想办法。哎，我呢，是真心的为你们好。咱别的事儿不说，咱就说那桩采生折割雌雄大盗案，还有那桩妖猫案，哪桩案子不是我替你们担着的？你们就算再不念我的好，那也不至于这么戳我脊梁骨吧？明日去刑部，调阅员外郎案卷宗。明日我和你一同去。陈实，那个，坐。能不能腾一间宿舍出来？我想安置一下原告。腾，立马腾。只不过，那个房间的屋顶前些天漏了，我们一直在外面没来得及修。屋顶的事儿交给俺来弄都中。你？啊。好。你们几个专心查案，别再节外生枝了。是。来这边。哎，少卿，等我一下。怎么了？可是案子查到什么线索？不是这个案子。前2日，少卿问我赌场的码子。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以后不用再解释了。不是，我是。你是啊？不是，哎呀，我是说，我是后来打探了一下，找到了这个赌场。
原来是一个独人大斗输赢的斗场。这是赌场的地址，希望能为少卿立下点汗马功劳。多谢。哎，哪里，少卿客气。胡斯的赌房和气之多，一一探查下来要花很多时间。你最近又没有在大理寺高驾，真的辛苦了，费心了。这些都是水到渠成的事。谢了。我可太棒了。没你的份儿。怎么了？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？一切如常。对啊，一切如常啊。这不应该，你我同行，你身上总归是要发生点意外的。崔贝，你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吗？我就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告诉你吧，我生下来啊，我爹就给我算了一卦，我命中啊带官，那硬着呢。我生下来啊就是走仕途的料，就你这点道行，根本伤害不了我。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知道这个案子我为什么只是走了个过场吗？何意？你看，光记性，你这不思考这里面的人情世故可怎么办呢？这个案是上官少卿扔给咱们明镜堂的，为什么扔过来？因为这是刑部的案子，刑部和大理寺平起平坐，他们又是专门破案的，他们已经查明的案子，谁去核查呀？这万一查出了什么问题，那不得罪人吗？所以，我才只是走了个过场。到底何意？我就说你是个书呆子吧，就怕你愣头愣脑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到了刑部，一定要低调行事，不然不光我们得罪人，新来的少卿他一样得得罪人，明白吗？不是，你明白没有啊？你表个态呀！哎，小心躺，躺。
别，哎，都拾掇好了。哦，俺先拿了块板，给那个屋顶盖上了，应该够用了吧？回头还有工匠来修。嗯。哎，别来。哎，你今天就别干杂活了，我交给你个事儿，专心照拂好它，其余什么都不用管。哦，中。我一会儿要出去办点事，你自己注意啊。去哪儿啊？接着查我自己的案子。咋查呀？这个牌子是胡四赌房的筹码，每个赌房的筹码知识都不相同，按图索骥吧。哦，那你小心点，别。放心吧，走了。哎，不再吃点了？不吃了。这饼干好吃。三月忘了背，夜望好几回，小情不忍一回，我在小睡。愁死了，心情很颓废，无名身后跟随，则始终抬头眉呀，好想流泪。你这个家伙，怎么又做错了？哎呦，俺那个乖乖，弄啥嘞弄啥嘞，俺在弄啥嘞？加班工作太累，生活太无味，不愉快谁机会，尝尝口机会。老板画的大饼撑坏我的胃，弄啥嘞弄啥嘞，你在弄啥嘞？弄啥嘞弄啥嘞，又在弄啥嘞？方案对也不对，甲方没分。准备到位，年度最佳员工不是你，他还能是谁？别怪工作太累，青春可别浪费。一人干2个人的活，是我给你机会。弄啥嘞弄啥嘞。